全新的2026款腾势 Z9 GT， 那这个车帅不帅？是不是很拉风？那其实腾势 Z9 GT 的这次改款，它的整个外形设计和轮廓呢，并没有大的变化，只是简化了一下前脸的设计，以及以前太繁琐的一些细节，换上了全新的配色，立刻就会给你一种耳目一新、精神抖擞的感觉，是不是？所以呢，这就叫天生丽质，但是也需要后期的妆容和行头。那这个车呢，其实上个月我搭档超跑风呢，深度试驾了它，那么也有节目上线，回来之后呢，对我是赞不绝口。那你知道蒙哥，我首先就是一个瓦罐迷，而且今年我计划是想换一台大5座或者是小6座的车用于家用，所以立刻就对这个车呢产生了强烈浓厚的兴趣。这2天就借来了一台，这个车呢在我手上呢开的时间不长，只有2天时间，但是呢是一个非常深度的使用。那你可以看看车的外形啊，我拿到车的时候新车2天的时候已经是尘土飞扬的一个战损效果，你就知道用的是有多么的深度。甚至2天时间内不但在深圳开，我还开它跑了一个深圳广州的小长途。今天呢我就想简单的分享一下这2天开下来我的感受，以及这个新款嘛，就是我能感觉到的它的明显的变化。先说变化，这个车最直观的变化在哪儿呢？就是你坐进车里面。那其实之前我看了一下大家对于腾势 Z9 GT 这个车那主要的一些诟病，或者很多种草这个车的人最后由于没有下手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之前的那个内饰和它整个非常犀利非常运动的外观不太符合。那很多人会说高级感不足，而且呢它的整个设计啊那种理工直男感非常的明显。但是你要知道，设计师是理工男，但是买车人不一定是理工男。但是呢，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看一看这个新的2026款的内饰，那真的给你的感觉变化非常的大。那么首先呢，你可以看它整个的内饰的氛围设计的非常的战斗，而且呢，包括它的材料做了一些提升。那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饰板全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碳纤的材质，包括你可以看到它新的偏红色的配饰，包括它的这个运动铜椅，以及一些这种乌黑色镀铬件的配饰，所以整个车内坐起来会让你觉得酷酷的，高级感、战斗感、氛围感也都有了。包括它的一些细节的调整，首先是让很多人吐槽，其实我也有点不能接受了，之前横的平行的方孔式的空调出风口啊，现在终于彻底调整了，现在变成了一个纵列的双平行，而且加入了这个镀铬的这个边，立刻让人觉得舒服很多。包括它的这个方向盘，你可以看到现在也变成了这样一个很运动的3幅的地形的方向盘，包括之前的中控的挡把，它现在变成了怀挡。你如果像我一样开惯了新能源车，就会觉得还是这个怀挡更方便一点，而且呢把它宝贵的中间的位置给你空了出来。第二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在哪里呢？就是它的整个驾驶的感受。那这个新款如果你看账面的数据呢，它只有一个提升，就是它的整个加速从之前的高功率版的3秒钟的加速变成了2.7秒的加速。如果你实际开下来，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变化并不只是这么一个0.3秒的差别。那其实之前的这个腾势 Z9 GT 呢，我开了之后呢，我当时觉得呢它有2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呢，它的整个的底盘悬挂的调教相对它的整个的风格，相对它的整个的这个铅皮的动力还是过于保守。那在大多数模式之下呢，还是比较偏家用这样一个舒适性的调教，所以更多时候呢，你开它的感受好像你仍然是在驾驶一台大型的轿车。 OK，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车呢，它的这个整个技术堆料很猛啊，这个云辇加上 E3 方3点几平台的加持，但是呢同时呢，因为有这么多的加持呢，其实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整个的这种电控的味道很浓。那么用我以前玩音响发烧的一种说法呢，就是这个车开起来呢，你人的参与感好像是落在电子的这样的加持之后，整个开起来的和路面的感受并不是那么直接，味精味比较的浓。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新款开起来呢，和以前的感觉完全不同。虽然它依然有这样的云辇的空悬啊 E3 方的加持，但是呢，它的整个的这个电子的参与呢，非常的克制，更多呢，它退位成了一个你驾驶的辅助。你整个的驾驶的时候呢，你始终能感觉你是这个车的现在的主导。包括它现在的整个的底盘悬挂的基本调教也会变得硬朗扎实很多。所以呢，这个车整个开起来呢，你的自己的一个主导感，你的整个的一个驾控感，甚至于你开起来的这样一个爽感会比以前强烈很多。那么它的这个千匹马力在这个新款上才真正的会让你感觉到发挥的更加的游刃有余、淋漓尽致，它的真的这个千匹马力似乎才真的被释放出来。而且呢，这个车开下来呢，有2个让我印象很深的地方，一个呢，它后轮呢有10度的转向，而且呢 E3 方版本呢后面有2个电机，所以呢它的整个的转向的这个感觉非常的奇妙。在后轮转向的时候我也开过，因为有它2个不同的电机的同步配合，整个的这个转向不但非常的灵活，而且呢那种感觉就是你哪怕不是很快的速度转向呢，都会给你一种车尾外甩的飘逸感，车一下就过去了。刚开始说实话你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的适应，和你之前开的很多车的感觉都不一样。一旦你适应它以后呢，就会觉得这个过弯的感觉很奇妙很好玩，而且也很爽。同时呢也会让这个车异常的灵活，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真的是在任何状态你都会不由自主的就忘掉了它这个将近5.2米长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身躯。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云辇的这个双腔式空悬，它的上下的调
调整的幅度非常的大。你可以看到它在高的位置上，它的整个的离地间距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于一个准 ACUV， 但是呢，在最低的位置呢，整个车又可以做到非常的贴地，所以呢，你可以非常从容的在这个车的一个高通过性以及贴地飞行的状态之间切换。我觉得这才是一台跨界车型的一个必要元素。第三点呢，就是我刚才说过，今年呢我会考虑换一个大5座或者小6座的车，所以呢这样的车呢，我其实会重点考量它的后排和它的舒适性，我也重点去体验了它的后排。那我不知道厂家对于后排是不是做了一个提升，但是从我的感受来说，我觉得比我印象中的 Z9 GT 后排座椅的舒适度、柔软度、包裹度，包括它的倾角是有提升的，包括现在后排整个氛围感、整个空间的宽裕度还是做的非常的不错，那么也很符合家用的这样的一个车。另外一点呢，其实新款的这个腾势 Z9 GT 有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它用上了比亚迪新的闪充技术以及第2代的刀片电池。那么这2天的时间比较紧，我没有去试比亚迪的闪充，但是呢，我用我日常用的第3方充电桩给这车充过1次电，你可以看到，即使用第3方的充电桩充电，它的充电速度也异常的快。那另外来说呢，这个车我开的是它一个顶配的3电机的这个 E3 方的版本，那么它的官方续航是820公里。那很多人可能会自然想问，作为一个3电机的性能版，它是不是能达到这么夸张的一个续航？它的续航的水分有多大？在昨天去广州的往返途中呢，我也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它的续航。出发之前呢，整个车的电量我是充到了94%，最后返程的时候呢，还剩74%的电量，用掉了20%电量，我一共是跑了130.8公里。但是我要说一下，我这次呢并不是专门做一个测试。首先呢，因为为了赶时间，我的车速全程压得非常的快，接近100公里，全程都是高速。你知道，对于电车而言，高速就是它最耗电的状态，没有之一。同时呢，深圳其实这个季节已经很热了，29度，所以呢，空调也是全程开的。那在这种状况下，那么这么一个3电机的这样一个车，它能够达到，我算了一下，相当于它理论续航的一个80%左右，我觉得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说了这么多不错的感受，那么觉得2天开下来，它有没有什么给我觉得不足的地方？那我觉得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车我们知道它给了你非常多的一些控制的余度和功能，包括有E3方，包括有云辇。你可以看到在这前面的这排按键里面有很复杂的按键，有模式切换，有云辇切换，有E3方切换。其实呢，对于普通的驾驶者呢，尤其是刚开上它的，会让你觉得有点很复杂，有一点傻傻的弄不懂。特别是呢，你打开的每个界面里面还会给你很多的操作余度，可能对于理工来说觉得很爽，但是呢，对于选择纠结症的患者呢，会觉得眼花缭乱。其实我觉得面向普通的用户，我希望它的这个操作如果简化一点会更好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家是标准的5口之家，所以呢，每遇到这样的车，我都会特别体验一下它的后排中间的位置。这个车后排中间无论腿部还是它的乘坐姿态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我会发现它的整个靠背呢会有一点点的硬，所以长距离乘坐呢会有点顶背。那如果你家不是5口，这一点呢你可以略过。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呢，就是这个车呢4门都是它的电控门，那么电控门当然是按键开启，但是呢它的这个按键呢是和它的其他按键在一起，而且呢它是往下按的，和正常门的这个操作的整个的轴向是不一样的。所以呢2天用下来呢，其实还是不太适应，经常会忘记它按键在那里，而且按下去呢好像总是有点不是那么顺手。OK， 我觉得呢，如果是这个车再改款的时候呢，我觉得在这个细节上呢，工程师可以再去细化考量一下。当然我会关注到这么小的一个细节，也说明我是真的已经把这个车列入我今年换车的一个备选名单了。OK， 关于这个车你还有什么想问的，你可以留言，那后续有机会拿到这车呢，我会再充裕的再去开一开它。